上一世我为白月光挺身而出，却惨遭横祸6根尽断，沦为废人。医院中待产的妻子也因此错过手术，一尸2命，难产而亡。即便如此，我仍对白月光柳如烟痴情不改，直至被他系统榨干气运，惨遭分尸成海。那一刻，我方如梦初醒，脑海中妻子温柔的目光再次浮现。苏莹，头疼了吧？让你别喝那么多酒，你先坐好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里竟是1999年苏莹刚怀上宝宝的那个月。阿杰回想起前世的种种，心痛如绞。当初为妻柳如烟草率娶了苏莹，婚后却处处挑剔，对她发脾气，甚至她难产而死都未曾愧疚。阿杰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苏莹，对不起。阿杰紧紧抱住她，双眼赤红。上辈子那样对你，那样对待深爱我的你，我真是禽兽不如。苏莹脸色微红，有些莫名其妙。新婚以来，阿杰从未这样抱过她。喝多了吗？你本来就头脑简单，再喝多变傻了，可怎么办？这时门外闯进一男子，是柳如烟的朋友，也是我前世的狐朋狗友。阿杰，如烟被人欺负了，你快跟我走。苏莹起身，阿杰感受到他的不适，连忙给他一个安慰的眼神。阿杰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走啊！是不是这小娘皮不让你走？愣头青的话让苏莹皱眉。你说话客气点，这是我老婆。苏莹惊讶，阿杰竟在朋友面前维护她。那你还去不去？不去，以后这种事别来烦我。阿杰，你小子行啊，有了老婆就不要朋友了。行，你有种。苏莹心里松了口气，又有些忐忑。阿杰今天明显反常，但他却毫不在意。前世为朋友抛弃妻子，结果如何？受伤后众人消散，只有苏莹照顾他。这一世他只想守护小家庭过日子。你真的不去吗？苏莹知道阿杰曾深爱柳如烟，甚至在他面前他都得回避，但他坚信阿杰本性善良，只是需要时间温暖。毕竟阿杰曾救过他的命。不去，过去是我糊涂，如今我已结婚，重心应放在小家庭上，以后我会注意分寸。阿杰轻抚苏莹的肚子，上辈子这孩子是个女孩，可惜没能活下来，这一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。1999年老董家尚未分家，重组家庭，阿杰是老大，随母改嫁后有了2个弟弟1个妹妹。后爹董大成靠卖豆腐供3子女上学，老2、老3都娶了老婆，各生2子，只有阿杰爹不疼娘不爱，最终与苏莹成家。阿杰兄妹4人白天卖豆腐，钱全部上交老娘需用时再要。前世分家后，老3直接市区购房，老2也租到了市中心，只有阿杰贫穷如洗。后来才知，只有他这个老实人全数上交。老大干啥去了？昨晚是不是有人喊他？是他的朋友。大半夜的有啥事非要来喊？你把他看好点，别出去闯祸了。妈，就大哥那性格，大嫂能看住才怪。你看大嫂自打进门来，大哥可曾给过好脸色，现在还怀着孕，看他受的。老娘皱眉，心知阿杰心系柳如烟，娶苏莹实属不甘，但女人若拿捏不住男人，便是不够乖巧懂事。正欲训斥阿杰，却回来了，手中提着茶叶蛋和包子。大伯，是包子，我要吃包子。哎呀，太大伯，你也太会疼人了，别太惯着孩子。这是给你们大伯母买的，你们都别想了。给我的。不喜欢吃吗？没有，怎么会不喜欢呢？这些他平时都舍不得买，只是没想到阿杰会买给他。老2媳妇也愣住了，这还大伯咋回事啊？刚还说他对大嫂不好呢，这就买上了。大嫂，大哥对你可真舍得啊！咱家啥样？我怀孕吐得死去活来，也没见害他爸给我买个肉包。这女人怀孕反胃是正常的，没必要买这些。妈，这是我的私房钱，我喜欢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何况苏莹现在肚子里怀的是我孩子。一屋子人面面相觑，像见了鬼似的看着阿杰。大伯、大伯母，我也想吃肉包子。想吃让你爹给你买去，这是给你大伯母补身子的。我不管吗？我就要吗？要啥要？赶紧给我回房去。这小子居然还藏了私房钱，看来今天得好好查查账。上一世苏莹难产没有抢救，就是因为钱在爸妈手上，我必须在孩子生下来之前攒到足够的钱才行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想着怎么赚钱，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。你现在不就已经在赚钱了吗？那些钱都得上交爸妈，他们想给谁就给谁，哪有我们的份啊？那你想？我想分家。苏莹这下真的吃惊了，分家多让她心动的词啊，让她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你真的想分家？想，不过不是现在，家迟早要分，但不能我提出来，我提出来也没用，我先想办法找点赚钱的活，我私下攒点钱，到时候孩子出生了，就算分家分不到几个钱，我们也不用愁。苏莹听着阿杰的计划，顿时感觉心情愉悦，虽然不知道阿杰为什么忽然开窍了，但至少是好事。等孩子3个月稳定些，我也找些活做。上午卖完豆腐，阿杰刚回来就被老两口拦住了，拿起车上的小红桶就开始数，29块7。阿杰，今天的豆腐应该卖31块啊，怎么少了1块3？有个熟客没带钱赊账了，明天拿。卖豆腐的钱阿杰是不可能动手脚的，
后爹太鸡贼了，每天该卖多少钱都是定数。老二就是因为偷拿豆腐钱，被后爹吊起来打过。行了，赶紧洗手，准备吃饭吧。老两口没发现异常，顿时也消除了查账的心思。主要是阿杰平时老实，不像是会偷拿钱的人。你看到了没？老大今天在饭桌上一个劲和2个弟弟抢肉，这老二家的孩子明显没吃饱，都闹脾气了。老大之前不这样的。还有早上买了包子，他也只买自己的。娶了媳妇就有了自己的心眼，正常。董大成并不在意那几片肉，毕竟是后爹当家，表面功夫还是要到位的。至于心里藏着的小九九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阿杰午休了1小时就出门了，家里生意做完是允许他们休息的。至于其他活，就是儿媳妇的事了。老三媳妇有工作，是老二媳妇和苏莹还有小姑子一块干。大哥好潇洒啊，哪像我们家老二。我也想休息啊，早上我也买了一早上豆腐了。休息什么休息？干点活你就一直叫。你看你嫂子。妈，我忽然感觉肚子有点不大舒服。那你回去躺着，前3个月是得注意点。这肚子还没大呢就这么矫情，我看是不想干活耍懒。就是看着挺懂事的，没想到。老娘对苏莹也有意见，但对眼前这2个意见更大。闭嘴吧，干点活要你们的命了。现在有的干你们还不知足，我小时候想干都没得干，那都是饿的吃树叶的。与此同时，阿杰正顶着大太阳村里闲逛，他想找点赚私房钱的活，但又得避开家里人，这就比较难办了。突然他看到2个女孩子提着行李从车上下来，赶紧走了上去。需要帮忙吗？需要。阿杰拿着行李跟着2人到了地方。谢谢你了。2块钱？什么？不是免费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收费的。穷要饭的，要钱你怎么不早开口？拿去。早开口，那不就坑不到你了吗？反正看你们那样也是要被坑的，与其让给别人，不如被我骗呢。我缺钱。阿杰无良的收下2块钱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阿杰到处寻活计，什么帮人扛煤气罐了，收纸盒子之类的，只要能赚钱的，他都尝试了一遍。摸着兜里的50几块钱，开心的笑了。阿杰这么开心，笑什么呢？阿杰闻声望去，王亮和柳如烟就站在那里，身后还有一个柳如烟的舔狗，眼神灼灼的顶着自己。阿杰，上次王亮去喊你，听说你媳妇不给你出来。柳如烟把阿杰摘清出来，把锅甩到苏莹头上，阿杰却莫名的闻到了一股茶味。上辈子我到底是怎么瞎的，竟然会欣赏这样的女人？阿杰看他们3个毫发无伤，就知道上辈子算是上当了，不仅自己被废了，还连累了苏莹。阿杰，你怎么回事？真的娶了媳妇不要兄弟了？还是你那媳妇跟你说我们什么坏话了，让你别和我们来往？是不是他对如烟有意见啊？你不会真那么怂，听老婆的话吧？李清洁，你疯了，竟然敢打我！对，老子是疯了，老子要是没疯，怎么会交你这种朋友？苏莹是我媳妇，她是我要过一辈子的人，你要是我真兄弟，就不会在我面前说她的坏话，挑拨我们的感情。老子没你这种兄弟，再让我听到说我媳妇一句坏话，老子宰了你！好你个李清洁，为了个女人，你要和我绝交是吧？行，咱们兄弟情谊到此为止了。谁反悔谁是狗！阿杰转身就走。哼，兄弟，狗屁兄弟！阿杰自认对王亮不薄，2人的感情应该比跟柳如烟还深的。可王亮明知道柳如烟是在耍阿杰，还隔三差五的给他放信号，让他以为追柳如烟有戏，这是兄弟干得出来的事吗？看来真的有了老婆不要朋友了，我去。是不是苏莹对我们有什么误会？阿杰他不是这样的人啊。那还用说，没结婚前有点啥事喊他立马就来了，结了婚你出事喊他都喊不出来，就他这样的不配和我们做朋友。不该这样的，按照剧情，我才是书中的重要角色，身边的追求者越多，我的运气就越好，运气越好，这些男人就越对我死心塌地的，我才能掠夺属于女主的气运。李清洁是最重要的配角之一啊，应该对我是最忠心才对，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？走，咱回屋去。咋了？还要洗菜呢？这不有二弟妹和小妹干吗？你怀孕呢，用不到你。马小燕和董思可气坏了，合着就该他俩干的呗。这2口子真是懒进骨头里去了，就是气死人了。孩子该洗澡了，小姑这就交给你了。董思傻眼了，一家子菜好几斤呢，全丢给他了。一个个的全都干吃不干活，合着这个家的活就我一个人的呗。吵什么吵？没什么。小姑，我来帮你吧。三嫂还是你好，到底是做老师的，不像大嫂二嫂。活都丢给小姑子不大好吧？家里她是干活最多的。我们不让她干，也有别人让她干，别人都想着她干，你心软去帮她，最后就是你俩干。反正在这个家里啊，谁心软谁倒霉。上辈子那个倒霉蛋就是李清洁自己。你把我叫进来做什么？嘿嘿。阿杰从兜里拿出2本崭新的书来。你怎么会想到给我买书？你之前大学毕业，要不是我，你肯定继续往上读了。上辈子苏莹是本科医学生，因为结婚放弃了学业，
后来虽然背地里总是复习，但却被阿杰冷嘲热讽搞破坏，最终放下了书本。我想过了，等你生完孩子，要是想考研，我也支持你。苏莹对上阿杰认真的眼神，心都快融化了。我想往上读，也是为了咱这个家。如果我读上去了，能出去工作，你承担家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。上辈子他也是这个想法，只是阿杰从不相信他，还听从王亮、柳如烟他们的挑拨，觉得苏莹读书是嫌弃自己，他有了野心。以前是我太混账了，总说胡话，以后我会好好经营我们自己的小家的，我们得过上好日子。这是我剩下的43块钱，你替我收好吧。阿杰说完就去了厨房，给苏莹烧了一锅热水洗澡。不多一会，就见董思从厨房里冲了出来。厨房里剩的柴呢？我留着烧水洗澡的，谁给我烧了？缺手缺脚吗？要用自己不会去砍吗？忙了一天的他肚子里憋了一筐火，正没出发呢。大晚上的吵什么吵？厨房里的柴用光了，我没办法烧水了。天气这么热，冷水洗洗不就好了？董思憋屈啊，他身上还带着事呢。这时正瞅着马小燕带俩孩子走出来，就要撒气。你别看我和三弟妹烧完还有剩的，我看大哥好像也烧了一桶热水给你大嫂洗。董思听完立马冲到了大房，你干什么？你大嫂洗澡呢？你是不是用了厨房里剩的柴？用了啊，怎么了？那是我留着要来烧水洗澡的，我从早忙到晚一身汗，就等着洗个舒服的热水澡了。你们都给我用光了，该用不补，你给我去捡柴了，我回来还我。不去，爱谁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李青姐，你有病是不是？你疼媳妇你自己去捡柴，你用我的干什么？就你老婆娇贵的洗热水是不？喊什么？这么热的天，洗个凉水就行了，娇气死你！那他们怎么不洗凉水？凭什么我洗？厨房里的柴都是轮流去捡的，一周一天，这周我光捡了还没用，我拿2个烧给我媳妇弄桶热水怎么了？我只是刚好用了最后那点，但不代表我用的是你的，谁用你的找谁疯去，别找我。苏莹新媳妇2天洗一回，2房3房俩孩子才是天天用柴烧水的。董思却抓着他来闹，这不是傻吗？董思，够了，再闹我抽你！对你大哥没大没小的。哎呀，阿杰你也是的，当老大的，你妹妹想要烧水，你去帮她捡点柴回来不就完了？不去，谁用他的谁去。阿杰说完直接走了，董思气的牙齿都快咬碎了。光吃不干活，光用不补，就你会心疼媳妇，就可劲盯着我欺负，不要脸，还老大！谁家这么做大哥大嫂的？哼，有在这嘴的功夫，还不如趁天没晚去把柴捡了。好了，小妹，我去帮你捡，别和大哥耍脾气了。还是三哥对我好。吃饭的时候，董思故意挽着左子文一口一个三嫂，故意冷着苏莹，低头扒拉饭的阿杰忽然火了。以后我们大房的柴单独分开用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用了我的柴我都忍了，还没完了是吧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以后单独分开用，不是觉得我占你便宜了吗？你干活干得辛苦，以后大房单独用，免得我们2口子用到你的，你再给我们甩脸色看，幼稚不？说完阿杰转身就走，苏莹也放下碗筷跟了出去。单独用就单独用，求之不得。没大没小的，那是你大哥大嫂。你看他们有个大哥大嫂的样吗？闭嘴，几块柴而已，非要闹得鸡犬不宁，还故意挤兑你大嫂，丢不丢人？这老大2口子也是董思不懂事，他不是还小吗？董大成没有继续说什么，可董思却因此怀恨在心，第2天就给阿杰挖了个大坑。于是我瞒着家里接了私活，想着攒点钱后分家，没想到却被小妹给顶了。阿杰干完活故意绕了几圈才回来，结果一进门就看到老娘从2房出来，小妹董思哭哭啼啼的站在董大成跟前。出什么事了？董思见阿杰回来马上不哭了。他也天天下午出去，肯定也是背地里出去赚钱了，你们要拿就得都拿，不能光拿走我的。阿杰心里那个气啊，看来后爹下手还是轻了，怎么不打死他？这丫头肯定是藏钱被发现了，现在跟疯狗一样的乱咬呢。还有脸哭？我和你妈还有你哥嫂一天辛苦到晚上，大家都在为这个家努力攒钱，结果你背地里赚了钱却藏起来吃独食，不像话的东西。白养你这么大了。哼，董思偷藏钱被我逮着了，现在钱全部上交，家还没分，你们劳力的收入都得交给我和你妈来支配，省得你们年轻不知分寸乱花。不过我知道你们都不是偷藏钱的人，只是为了证明给你们小妹看，省得她有话说。这意思就是要搜房间了，董才倒是无所谓。行，爸妈你们搜吧，我们这边也没意见。董大成的眼神又扫向阿杰，他虽然心虚，但也不能露了马脚。我要有意见，就显得我和小妹一样了。搜呗！董大成一个眼神，老娘立刻挨个进屋搜，2房搜出10几块钱，3房倒是有几百。那是我的工资。左子文异常淡定，家里儿媳妇的工资是不用上交的。你看看你2哥3哥，家里就数你心眼多。那他们呢？我不信他们没藏，大哥天天下午出去。哼，
你自己这德行，还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？我这就进去搜，让你知道你爸这顿骂没白冤枉你。苏莹，你把抽屉开锁给妈看看，不介意吧？其实小妹这年纪了，藏点私房钱也没什么的。你看他为我说话，他肯定也是藏了钱，欲盖弥彰呢。爸妈就该直接把你打死，不知好歹。哼，董思才不管呢，好不容易赚的钱没了，不能只他一个人没。妈，你查吧。苏莹回到屋子，把抽屉衣柜全部打开，和淑君只是瞥了一眼，基本上就看全了，明显没有藏现金，倒是有个小盒子引起了他的注意，立马伸手拿了出来，不满了瞥了阿杰一眼。阿杰也是心里一紧，都快提到嗓子眼了。哟，没想到大房还真藏了钱呐！我说什么来着？给我闭嘴！何淑君把盒子打开，里头不是钱，而是几张单子，心里说不出该失望还是该松口气。就说你大哥大嫂不是这种人，你自己是以为人人都是呢？苏莹，这是检查单，医生说下次复查得带着，我怕弄丢了。阿杰总算松了口气，心里知道钱让苏莹给转移了。你自己心眼多，还要拖别人下水，真是活该。全家就你心眼多，钱我给你收了，以后每天去哪都得给我打报告，没我允许不许去。作为惩罚，接下来1周的碗和衣服都是董思一个人洗了。他红着眼眶，愤愤不平。明明藏了挺久了，怎么就会被知道了呢？肯定是有人告状。董思朝着众人扫了一圈，最后小眼神落在阿杰和苏莹的身上。肯定是李清洁，为了点小矛盾，居然揭发我，你给我等着。今天老大两口子的房间，你搜仔细了吗？咋，你还怀疑他们藏钱呢？我搜得很仔细的，枕头、床沿都摸过了。你是听到什么了吗？何淑君知道老伴有听墙角的习惯，我能听到什么？就是老四说的，老大最近下午总出去，一出去就好几个小时，可能就是出去躲清闲。你也知道，他向来就耍懒，家务能不做就不做的。就他那点本事，能找到什么工作赚什么钱，而且他向来是最老实的一个。董大成不置可否，老四平时也看着老实，背地里不还是藏钱了吗？身为大家长，子女不服管，这让他很不开心。第二天，董大成没有干活，而是出门到董四打小工的地方溜了溜，顺道找老板打听了下阿杰的动向，终归是没有听到什么异常，于是满意的回家了。他前脚刚走，阿杰就从后边出现了。老板，多谢了。没事，那是你爸呀。是后爹。哦，懂了，放心，他要再来问我，肯定给你瞒着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杰都没接私活，谁知道老头子会不会抽风，没事过来搞个突击检查的。这天傍晚，苏莹洗了澡，阿杰拿着衣服出去洗，前脚刚出门，柳如烟却找上了门。董思看着躲在屋里清闲的苏莹，忽然就起了报复心理。如烟姐，你是来找我哥的吧？快进来。阿杰在吗？我找他有点事。他刚出去了，我大嫂在。大嫂，你出来的正好，这是如烟姐，我大哥的高中同学。苏莹一眼就看出了董思的小心思，不过看着柳如烟那小脸确实是漂亮，之前阿杰都会尽量避免二人照面。苏莹你好，上次见你还是你们结婚的时候呢。阿杰也真是的，叫他带你出来玩，他总不乐意。这是想表达什么？阿杰嫌我丢人，不带我出去吗？苏莹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干脆不搭话了。哎呀，如烟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大哥对你的心思，怎么可能带我大嫂去见你？董思，你别乱说。苏莹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和阿杰就是普通同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回到90年代，没想到他再次找上门来。你要做什么？大哥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如依安姐正找你呢。见你不在，我就把大嫂叫过来了，让他们认识认识。董思的话里话外透着挑食的味道，让阿杰心里十分反感。我看你是被打少了，你大嫂什么人，不适合那种乱七八糟的社交。大哥，这是在说柳如烟心眼多吗？苏莹也是满脸震惊的看着阿杰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柳如烟不开心了，但是为了任务，还得装作没听懂。阿杰，你这是去做什么了？洗衣服吗？我的天啊，你一个男人居然去洗衣服了！不是我说，你也太宠苏莹了吧？苏莹，我好羡慕你啊！我要是能找个这样的男人，怕是会幸福死吧？这其中的暗示，就连董思都听出味道来了。这要是以前还喜欢柳如烟的阿杰，估计立马就扑上去舔了。可现在，那你就去找啊，没人拦着你。王亮他们几个听到你这话，估计会很高兴。别说洗衣服了，家务全包都没问题。柳如烟有些意外，这招居然不灵了，赶紧转移话题。能不能借一步说几句话？不借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不方便和异性单独相处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苏莹是我媳妇，没什么是她不能听的。苏莹听到这里，不由偷偷一笑。好吧，是王亮的事。阿杰，你和王亮和好吧。其实他也很后悔的，他人心眼不坏，就是管不住嘴。苏莹，你也劝劝阿杰，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哪能说散就散了？阿杰是成年人，和谁好和谁不好，他自己有分寸。干得漂亮，这柳如烟心眼可真多啊！王亮是说苏莹坏话被我揍的，现在让苏莹劝和，把她当什么了？一个嘴里不三不四，对我媳妇没尊重的朋友。我李心洁还没缺朋友缺到那个地步。再说了，这是我和她的事，轮不到你来出头。
以后别来了。阿杰，你真要和王亮绝交吗？除非他来跪下和我媳妇道歉，当然道歉了我也不会原谅。柳如烟本是信心满满来的，这会吃了满头灰，但又怕再说引起阿杰的反感，只能转身走了。如烟姐，我送你吧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干嘛？还想打我啊？别以为我怕了你。爸妈，快过来看看啊，大哥要打我。阿杰深深地盯着他的眼睛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爸妈，董思背着你们交对象了，是个没工作的小混子。下次再帮着外人欺负你大嫂，挑拨你大嫂和我的感情，害她动了胎气的话，别怪我动手揍你。阿杰说完，拉着苏莹回屋了。这会才冲过来的和淑君气喘吁吁的。你大哥说的是真的，你交对象了，叫什么？是谁？在哪？董思差点没疯了，看着董大成吃人的眼光，赶紧解释。不是，爸妈你们别听大哥胡说，没有的事。该死的，我明明隐藏得很好啊，李青姐怎么会知道的？你这臭丫头，敢在老娘面前撒谎，老大肯定没说假话。你给我进来！很快，屋里面就传来了一阵杀猪声。1个小时后，董思红着眼走出房间。李青姐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阿杰，你这样，董思那丫头怕是恨死你了吧？给她点教训，省得下次没事招惹你。对了，柳如烟要是私下找你说什么，你不用听。过去我确实是喜欢她，不过那是过去了。王亮那天晚上来找我去帮他打架，我没去，后来遇上了他们几个说你坏话，我才和他们翻脸的。阿杰不想和苏莹之间有什么误会，所以选择解释清楚，免得他多想。我不是反对你有朋友，只是王亮那几个不配。真正的朋友是盼着你好，而不是总给你找事的，更不是有架打就找你，你不去就觉得你不讲义气。他们只是在利用你而已。我和你夫妻一体，说的话不一定对，但绝对是以你的利益为先的。李清杰心间泛酸，紧紧握住他的手。以后不管大事小事，你要有疑问就问我，我不会对你有一丁点隐瞒的。苏莹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晚饭的时候，董思没出来做饭，还是董华劝了好久，才把他给哄出来吃饭。大哥，小妹年纪小不懂事，做错教训几句就是，何必这样呢？你要不先问问他做了什么？柳如烟今天来了，他当着苏莹的面说些似是而非的话。他就是耍小脾气。就他有脾气，苏莹还好没动胎气，不然你看我不收拾他。老三，说你大哥干什么？你大哥要是不说才是害了他。这死丫头背地里不声不响瞒着做这么多事，我告诉你，赶紧和人给我分了，别给我丢人现眼。董思眼圈又红了，再也没了吃饭的心思。李清杰，我恨死你了。可淑君和董大成这会倒是对李清杰100个顺眼。你们吃你们的，不用理他。要是他敢骂你们，看我不收拾他！死丫头，什么人都交往，那是能交往的对象吗？没钱没房一身债，气死我了！李清杰心里偷笑，小妹的事情一出来，这后爹一时半会应该不会盯着自己了，那就继续打零工攒钱呗。不过他没想到的是，打工的时候竟然被柳如烟他们撞见了。那个不是阿杰吗？他咋不理我们？还能咋？还不都是娶了媳妇后，他那媳妇怂恿的，耳根子软的怂货。你们先回去，我跟上去看看。王亮知道李清杰家里管得严，想要抓他的小辫子，到时候给他点苦头吃。可因为被家里人跟踪过，阿杰走路都是7绕8绕的，很快就注意到了身后的王亮。这小子居然跟踪我，那就走着瞧吧。阿杰心里冷笑，只当没发现的走进了米铺。听到他向老板打听招工信息，王亮眼睛立马亮了。可算是抓到你的小辫子了，你小子就等死吧！王亮刚走，阿杰就提着半斤红糖走了出来，跟着他的背影，果然是上门找董大成告状了。一开始董大成是不信的，可王亮答应第2天带他去抓现场，这就有点动摇了。这天下午，阿杰一出门，梁老就偷偷跟了上去。老大放着正路不走，绕的都是小道，还时不时的回头，看来10有8九是真的了。果然不是自己的崽子，养不熟啊！董大成夫妇一直跟到了米铺，王亮早就在这里守着了。叔婶，你们来了，阿杰他没出来过，我一直守在这。走，进去。董大成黑着脸，想要抓个人赃并获杀鸡儆猴，没想到进去之后哪有阿杰的身影。你们买什么？李清杰呢？他是不是在你这打工呢？让他出来，我是他爹。什么李清杰？我这没这个人啊！老板，你就别装了，我们亲眼看着他进来的，没出去过。王亮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好戏了，没想到这时旁边响起一道声音：“爹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董大成和王亮大吃一惊：“你怎么会在店外？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“我一直就在店外啊！”“不可能，我明明没看到你出来。”“什么我没出来？你跟踪我？”“少装了，李清杰，你在这瞒着家里人打工是吧？”“王亮，你小子报复心贼重，因为说了苏莹坏话被我揍了，就想着法子泼脏水污蔑我是吧？你小子真不是东西，真是我以前瞎了眼才拿你当朋友。”梁老看得一头雾水，还是和淑君先反应过来。
阿杰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董大成也开始怀疑了。王亮这小子该不会坑我吧？叔婶，阿杰真的在这打工，我亲眼看到他搬大米的。老板，这你不能不认吧？他确实是在这搬过大米。叔婶，你们听到了吧？要不你们多听老板说几句。他确实搬过大米，不过不是在我这打工，我家店小，哪里用得着工人吗？那天他来买红糖，我刚好闪了腰。你们儿子怪好的，帮我把大米搬给客人。妈，红糖还是你让我买的呢。确实，前几天我让他帮我买过红糖。爸妈，你们这是怀疑我瞒着你们打工了？我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没想到你们买个红糖，你跑这么远干什么？附近又不是没市场。就是那个就逛远了。阿杰目光闪烁，显得有几分心虚。那可逛得真远啊，放着就近的2个市场不卖，逛到这里来。阿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似乎有几分恼羞成怒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来了一嗓子：李清洁，你这臭小子还来不来了？这把我可是双王4个2啊！阿杰脸色微变，赶紧解释：我们就是逗乐子玩一下，都是1分2分的，不是什么大额。爹妈，你们可别和苏莹说啊！他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，董大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原来是躲这么老远玩牌来了。王亮这小子真不靠谱啊！何书君心里也松了口气，打牌总比打工强，说明没一心。阿杰啊，你爸也是为了你好，怕你被人骗了。阿杰低头不吭声，好像因为被怀疑有些不满。玩2局适当就可以了，别成天不着家。苏莹还怀着孕呢。董大成假装数落了2句，带着何书君回去了。剩王亮杵在那里，里外不是人。你小子，这份大礼我记下了。老子怕你啊！王亮嘴上说不怕，可腿比嘴老实，出溜一下跑没影了。阿杰在原地愣了会，然后才走向门口的大汉：哥们儿，以后有这种好事儿，记得喊我啊！喊一声骂一声就能拿5毛，多好的事！要是有人来问你什么，懂，俺啥都不会说的，放心，江湖规矩俺知道。阿杰也是上辈子被家里坑怕了，做事不免谨慎些。等他走后10几分钟，董大成果然又折返回来，找到了这个大汉。大叔，啥事啊？刚才那个小年轻经常来和你们玩吗？你说李清洁啊，那个怂货就玩1分2分的，都不敢整点大的，估计是个老婆奴。他几乎每天都来，不过不输不赢的。董大成彻底放心了，他生怕阿杰是藏了什么心眼。等他走后，大汉才嘀咕了几句：真是服了，这是什么家人啊？还真让那小子给说准了。不远处，阿杰看着董大成走了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上辈子吃过的亏太多了，这辈子可不能再错过。一转头，正巧看到了和对象分手的董思。记得上一世，那男孩为了董思跳了河，最后家里人找上门，自己替他出头挡灾，最后被打断了几个肋骨，还被家里人嫌弃，真是可笑啊！为什么？不是说好我们要相爱一辈子的吗？我家里知道了我和你交往的事，不同意，都是我爸妈逼我的，我也不想。董思，要不我们私奔吧？那不行，我爸妈把我养到这么大，我不能私奔，你就当我对不起你吧，别来找我了。阿杰看着喜剧性的一幕，甚至小妹本性的他对此嗤之以鼻。其实董思早就想分了，毕竟这对象太穷，就连吃顿快餐都只能空口许诺。之所以不分，是因为对方朋友有些背景，这次刚好可以借着家人为由，把对方一脚踹了。就在他发愣的时候，王亮一伙人走了过来。阿杰，好久没出来聚了，要不今晚聚聚？说话的是徐有朋，和王亮一样，跟他是发小。只不过他们说的聚会，到最后买单的总是阿杰。上辈子他觉得都是小钱，没什么，可实际上背后人家都叫他大冤种。聚就算了，有空的话，把你们之前欠我的钱都给还上吧。娶个媳妇穷不死你，都管兄弟乞讨来了。阿杰，是不是苏莹让你来要账的？柳如烟这话就有指向性了，一下子把问题都挪到了苏莹身上。他和你才结婚就管你这么紧了？阿杰，我们可是10来年的朋友了，你不会分不清谁亲谁疏吧？就是，账是我管你们要的，怎么欠钱的时候一口一个好兄弟，要钱的时候就不是好兄弟了？我也不是这意思，就是苏莹好似对我们很有意见，也不是1回2回了。我以为你以为是你以为，别把你以为的扣在苏莹头上，聚会就免了。要是还钱的话再喊我现在缺钱的很。阿杰说完就走了。柳如烟看着他的背影，神情复杂。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？最近越攻略感觉他离我越远了。如烟别管他了，他就是被苏莹洗脑了，要老婆不要兄弟，傻缺。真没想到阿杰变成这样了，娶老婆真是太可怕了。别这么说，阿杰可能就是刚娶媳妇，过阵子可能就好了，别为了一个外人伤了朋友情谊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柳如烟走后，王亮几人百无聊赖，有个地方开了个洗脚城，哥几个去耍耍。行，走起。阿杰躲在暗处看着几人走远的身影，嘴角笑了笑，他可没忘了王亮跟家里打小报告的事。喂，你好，我举报有人。我是谁？我是热心市民。第二天一早正常卖豆腐，阿杰忽然就接到消息，小妹被混混缠上了，
这一世他没有着急，而是不紧不慢地收拾好豆腐。过了20几分钟才来到南市，发现董才已经先到了，正把董思护在身后。黄子凡，你别这样，太丢人了！我家里不同意我和你在一起的。只要你喜欢我，我们就有在一起的权利。你家凭什么阻拦我？阿杰静静看着，并不上前。这一幕上辈子也有过，只不过上辈子是董思自己分手被纠缠，作为老大的他不顾苏莹阻拦的出头了，最后被打得遍体鳞伤。这一世他选择冷眼旁观。哪来的黄毛小子，也敢欺负我们老董家的人？黄子凡等人见董大成一家来了，也不好继续过分纠缠，熙熙攘攘的就跑了。董思这会也知道害怕了，赶紧低着头哭。哭什么哭？你爸你哥在呢，还收拾不了这小子吗？没出息！小妹别哭了，有我们在呢。就是别怕，他再敢来纠缠你们，我们就出头收拾他。苏莹本来也想说什么，不过见阿杰从始至终不作声，干脆也选择了安静。大哥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法治社会，大不了鲍叔叔把那小子抓进去。阿杰的冷漠让众人吃了一惊，但说的也是实话，根本无法反驳。接下来几天，阿杰继续懒散的卖着豆腐，毕竟这钱也落不进自己口袋。老板，来5毛钱的豆腐。陶朝阳是他的初中同学，和王亮几人一样，老早就认识了。不过他是阿杰身边唯一一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朋友。王亮的事你知道不？阿杰一怔，心知自己的举报电话起效了。不知道啊，他怎么了？他被抓起来了。哦，我和他闹翻了，不清楚的，怎么被抓的？扫黄，他去，反正抓了个现场。他经常隔3差5的约朋友去那里玩。阿杰，你已经娶了老婆，听说嫂子还怀孕了。王亮他们几个玩的花，你最好和他们保持点距离。好，我会的。重来一世，他知道陶朝阳这种愿意劝告的朋友有多难得。做完生意中午回家，阿杰发现其他人都没回来，这才想起来上辈子他替小妹出头就是在今天。黄子凡求复合不成，给跳了河。果不其然，董大成黑着脸回来了。老二媳妇、老三媳妇看家，老大和我走一趟。阿杰给了苏莹一个安抚的表情，然后跟着后爹出门了。到了河边，已经有人下河救人了。黄子凡还没捞上来，他家里不知什么亲戚，哭着喊着抓着董思不让走。要是子凡出了什么事，你得给他做媳妇。董思腿都吓软了，根本没法反驳，倒是董才跳起了脚。你们放屁，凭啥子？就凭子凡是为了你妹妹才跳的河，妥妥的道德绑架，看在阿杰眼中就如同小孩唱戏一般，真是笑话。以为媳妇是这么好娶的吗？当务之急是把孩子就上来。董大成话还没落音，黄子凡就被人抬了上来。董思，求求你了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黄子凡的极端让董思感到害怕，更加坚信自己分手是对的。亲家，你看子凡这孩子这么喜欢你闺女的份上，就让他们在一起吧。你们把他领回家照顾吧，别着凉了。是啊，小年轻的感情勉强不来的。董思是爱我的，只是家里人不同意，是吧，董思？董大成狠狠地瞪了董思一眼，最后拉着他回了家。孽障，你看你招惹的事，脸都给你丢光了。爸，是那黄家人过于无赖，不能怪小妹。什么家人？都不知道是哪门子的亲戚。董大成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觉得这事有些难办。老大，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？爸，你想怎么处理？阿杰可不接这烫手的山芋，主要是前世被这家人坑太多了。先吃饭吧。晚饭后，阿杰二人回到房间，苏莹很是不解，阿杰跟之前太不一样了。那个黄子凡是故意跳的水吧？那河其实又不深，死不来人，真要跳咋不去跳大海？估计就是抓着小妹心软。那他可打错算盘了，小妹的心可不软，别看一笔糊涂账，精着呢，只是遇上了一个犯无赖的黄子凡。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那黄子凡找小妹麻烦啊，你最近好像有些变了，要是以前你早出头了。那你觉得我现在是变好了，还是变不好了？我喜欢现在的你，以前的你也好，但是你把很多东西看得太重，但那些人配不上你的好。阿杰眼光变得温柔，轻轻地摸了摸苏莹的肚子。小妹的事看似麻烦，但迟早都会解决的，担心也是无济于事。何况我现在有你，有孩子。第二天又是正常卖豆腐的一天，董思却红着眼眶找到了阿杰。大哥，黄子凡又来找我了，我不想再出来卖豆腐了。那就不卖了吧。可是爸妈不会同意的吧？也是，那就还是卖吧。董思直接傻眼了，然后哇的一声大哭跑了。董大成也是奇葩，为了那点豆腐钱，连女儿的安危都不顾了。而阿杰对此并不意外，毕竟女儿哪有豆腐重要呢？不过等他被叫到南市，看到浑身是血倒地不起的董才，心里还是泛起了涟漪。上一世倒在地上的正是他自己，没有问一旁崩溃大哭的董思。阿杰默默背起老二往医院走去。检测报告出来了，粉碎性手骨骨折，多处软组织出血，头部也受了重伤。董思只知道坐在凳子上哭泣，想找个人倾诉，或者等阿杰问自己，可半天了，阿杰都搭理他一句。直到家里人赶到医院，马小燕嗷的一声就开始哭了。还他爸啊，这是咋回事？哪个天杀的打的？老大，怎么回事？我也是被人通知过去的。到地方的时候，老二已经躺在地上了，小妹在旁边哭，于是所有目光集中在董思身上。二哥是为了帮我出头，黄子凡又来找我，二哥对他动了手，结果黄子凡的朋友出现。
把阿哥打了一顿。阿杰目光闪了闪，董才身上的伤势可不是打了一顿这么简单，应该说是黄子凡的蓄意报复了。董思这么说，是为了不让二嫂和爸妈怨上自己。都是你招惹的什么人啊，害得孩子爸成这样了。哼，黄子凡呢？跑了。人都打成这样了，哪里还敢逗留啊？后来叔叔也到了，听说是情感纠纷，也只是登记下，提醒他们预防黄子凡再次报复，把董大成又气得够呛。董思知道自己算是完了。医生，我儿子这样什么时候能正常工作啊？他家里2个孩子养呢。少说休养3个月，还得恢复得好。天哪，那这3个月的医疗费、休养营养费，还有孩子上学费用咋办呢？这时阿杰冒了出来，递给马小叶一张单子。二弟妹，这是二弟的费用，你去结一下，不然医院要赶人的。这话说得很不合时宜，但是又恰巧得当。董大成结过账单，心里都在滴血。可惜我没啥本事，赚的钱也都上交了，不然我就把钱给垫了。董大成责备的话被噎了回去，只能让何淑君回去拿钱缴费，1000块的住院金啊！看在阿杰眼中，心脏的温度仿佛都凉了几分。上一世他可没这个待遇，医药费都是苏莹找人借来付的。我有朋友在医院做护士，要是需要的话，不用。二弟的伤让你朋友帮忙左右，也不会恢复得更快，公事公办来就好了。你这边就是帮了忙，欠了人情，对家里来说也是理所当然，他们不会感激你的，只会觉得我们帮的不够多。苏莹开口也只是为了阿杰，既然他说不需要，他也乐得不欠这个人情。时间飞快，一转眼董才就要出院了。阿杰刚收完摊，就被何淑君喊住：“把这汤给你弟喝了，他骨折了，需要补钙。我还得去捡柴呢。”捡什么柴？这都小事，让你小妹去就行了。董思在旁边不敢有二话，阿杰只能把汤送去了医院。猪骨汤，1斤猪骨怎么也要4、5块吧？阿杰笑了笑，儿子骨折了，做父母的给炖汤也很正常吧？可就这么正常的事，上一世的阿杰可没有。原来不是猪骨贵，家里舍不得买，只是舍不得给他买而已。在后爹眼中，自己不是亲生的；在亲妈眼中，他只是个累赘。另一边，董思出门买菜遇到了柳如烟。董思，我听说你的事了，但是你大嫂好像对我有意见，我不敢上门，你没事吧？他虽然是为了做任务攻略阿杰，可自己的舔狗居然不舔了，心里难免有一种东西被夺走的感觉。没事。你这大嫂哄人的本事不错，你大哥都被他哄得团团转，都和我们断了来往了。我大嫂确实会哄人，她进门和我大哥都变了好多，给他买肉包子吃，只有他的份。我好几次还看到我大哥给他带小零食回来。董思不经意的话让柳如烟心里膈应了，特意挑了个时间出现在集市。老板，来5毛钱的豆腐。